详解16型人格 INTP 思绪飞扬的学者。一、概括 INTP 是自由的创意者，是思绪飞扬、思想深奥的学者，他们很容易转移注意力，脑中一刻都不曾停歇，却有着无穷的创造力。对抽象概念的喜好以及深入理解，使他们刻意从事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任何工作。他们是淡然随和的理性者，且多数慢性子。特助往往表情很冷，脑子已经开锅。二、分析 INTP 这种人格类型很少见，占人口比例很小，大约1%到2%。自身特质又很容易被人忽略他们的存在。I、N、T 这4个字母都略有一些离开现实的倾向，比如 I 可能意味着远离人群，享受孤独 ；N 可能意味着抽象，远离感官世界 ；T 意味着对事不对人，这也容易导致距离感。最后是 P， 这可能意味着一种随遇而安，或者说比较无所谓的态度。当这4个字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INTP 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常超然出世的态度，一种看破红尘的感觉。这种超然出世的态度，使他们成为16种人格类型中最不拘小节的一类。几乎无论男女，都是不太注重自己的穿着，外表上会给人一种随随便便的感觉。在学习和生活中，跟所有 NP 一样，大条是他们的标志，丢三落四和犯低级错误是家常便饭。同时，跟多数 NT 一样，一切不需要探究原理，死记硬背的学科都是 INTP 的死穴。一般来说 ，INTP 不喜欢外语，但会对物理、数学这种抽象思维学科更感兴趣。特助，如果是现实准许，恐怕他们多数最终会选择遁世，做个隐士、居士一类的，或者躲在某个犄角旮旯观察着世间规律，构筑自己的思想世界。三、特征，对于 INTP 来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有时会干扰 INTP 内心世界的反省。他们喜欢冲动，容易有想法，而且这些想法非常有创造性。有时候这些想法也可能让 INTP 迷失，因为他们总有新的想法冒出来。INTP 会碰到性别问题，而且具体情况会有不同。对于 INTP 女性来说，她们会经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社会对女性的传统界定和她们的自然偏好总是背道而驰。例如 INTP 可能是独立的，反权威，爱争论，有时候也可能会有些社交障碍，这和他们爱的强度有关。而且他们往往对社会传统和习俗不以为然，他们并非反对社会传统，只是出于本身的偏好，可能会表现出对传统习俗的忽视。当这些与他们 INTP 的智慧、不以为意等特征相结合时，我们可以想象 INTP 女性可能陷入的困境。由于 INTP 女性的不善于表达，会使这种困境变得更加复杂。在需要智力投入的情况里， INTP 女性可能会获胜，但是以疏远他人为代价的。一般来说 INTP 在决定让某人投入某个项目之前，事前会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这是因为，第一，他们不希望表现得不得力；第二，这些准备工作、研究、阅读，把事情规划好，是 INTP 喜欢做的。第三， INTP 需要一个良好的切入点。在一个不欣赏甚至怀疑爱的环境里，女性的处境可能会更难。人们会崇敬一个敏锐、冷静的人，但如果是女性的话，人们就会觉得她有点冷漠无情，像个老学究，没有女性的温柔。INTP 男性的处境相对容易些，因为冷静是社会对男性的要求。即便如此，他们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例如，他们随和善变的个性可能会与大多数企业里的 TJ 经理产生矛盾。INTP 常被提醒要脚踏实地，不要做白日梦了，赶快回去工作，或者希望你能够遵守规则。另一问题是 INTP 缺乏社会意识。通常 INTP 不擅长社交，这一点在男性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女性则相对比较容易调整。INTP 对公司的聚会或者其他社交活动可能没有什么热情，这会让同事觉得他们不合群。其实他们并不是不想参与其中，如果他们觉得这种聚会是可以忍受的，他们甚至也会乐在其中。但如果活动持续时间太长，或者聚会中没有什么让他们觉得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他们就会觉得是浪费时间。所以 INTP 最后都可能会产生愧疚感，因为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但如果一定要他们履行这种责任，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又陷入困境了。在工作中 INTP 是思想的源泉，他们独自工作时效率最高，而且常表现出创造性，精力充沛，充满乐趣。
他们喜欢新的项目和头脑风暴，但是如果需要太多细节或者规定执行期限，他们就会觉得很沮丧。遇到限期时，他们会不断要求延期。对 INTP 来说，生命和工作是一次智慧的挑战，在做事之前要思考再三。他们喜欢用文字表述的清楚精确，不能忍受模棱两可的观点，或者那些前后矛盾的理论陈述，譬如既赞成又反对。INTP 们认为，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可以从头到尾彻底思考一件事。严密的逻辑和一致性是受到 INTP 推崇的艺术。古往今来的伟大理论，无论是相对论还是人格理论、进化论，甚至包括各种规则和规律，对 INTP 都具有吸引力。即便你的想法不够实际，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你在过程中运用了较好的逻辑思维， INTP 也会觉得值得一听。INTP 他们思维的表达很清晰。INTP 是天生的作家、编辑，他们会用语言描绘生活，他们具有超凡的表达能力，可以清楚地表述心中所想，也可以帮助别人实现这点。INTP 的大脑就好像一个熔炉，他们可以吸收对话并重新进行完美的表达。一般的，他们可以很好地重复别人的话语。如果有人试图用让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谈这样的话来打发他们， INTP 就一定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再来找他们谈的。另外，他们对于正在从事的活动总是投入热情。有时爱的特点会使他们不能完全表达出心里对一件事情的想法，但是 INTP 可以重新整理思路，用完美的艺术方式进行表达。对于 INTP 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内在的视角。INTP 的思想深奥，非常容易被复杂和神秘事物吸引。对于 INTP 来说，复杂性似乎先天的无需证明的一种价值。他们会本能地忽略掉那些简单的、一眼就能看透的东西，转而去关注那些复杂的、需要仔细琢磨才能理解和参透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 INTP 很可能是16型人格当中对玄学最感兴趣的类型。总体来说，和 INTP 一起工作比较容易，他们喜欢在工作中寻找乐趣，独立思考，喜欢自立性强的工作，他们把生活看作学习，因此任何能够开发智力的活动都极具价值，从动手拆装到起草项目建议书，都是一个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这是激励 INTP 的主要驱动力。INTP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会沉迷于各种智力游戏，尤其那些需要复杂思考的、对智力有高度挑战的游戏。这一点无论是对男女 INTP 都是一样，他们喜欢安静的动脑子，但不喜欢辩论，尽管INTP 辩论起来也是很厉害，因为他们经常会很敏锐地指出对方不合逻辑或者表达不精确的地方。如果你和 INTP 是很亲近的朋友，那么你的智力会不断受到挑战，因为他们觉得作为朋友就应该不断在智力上互相提升。在现代社会， INTP 会很喜欢打游戏，尤其是那些对智力挑战比较高的游戏，需要借助复杂的思考来完成的游戏会很吸引 INTP。男性 INTP 就不说了，建议女性的 INTP 可以尝试一下打游戏这件事情，也许你会有非常有趣的发现。那从职业上来说， INTP 就非常适合那些需要建立各种抽象体系，或者是需要探索新的知识的工作。对于 INTP 来说，工作当中是否需要进行比较复杂的思考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们的工作最好是以知识为中心的。最后说一下 INTP 可能存在的缺点，所谓缺点就是从相反的角度去看一个人的优点。INTP 超然出世的态度导致他们经常会过一种离群所居的生活，许多 INTP 会显得特别宅，甚至有点脱离现实，脱离社会。还有就是 INTP 有一点和 ISTP 很相像，就是表达能力可能会远远低于他们自己的实力。INTP 的智慧有时候是如此复杂深奥，以至于他们经常发现自己没办法把自己的思维给其他人讲清楚。这就是为什么 INTP 里科学家很多，但是如果想成为优秀的老师，就会遇到更大的障碍。像爱因斯坦、陈景润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他们自己真的很牛逼，但是上课却上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们对于学科知识的兴趣可能会远远大于对于学生的兴趣，这样就使他们很少会愿意通过牺牲理论的精确性去迎合学生的理解力。结果就是很多抽象复杂的问题，虽然在他们看来是如此显然，可学生们却总是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最后就是INTP 对于知识的兴趣可能会大于对于人的兴趣，他们又容易被具有复杂结构的东西吸引，
所以他们对纯粹的感情上的需求就非常不敏感，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迟钝。单纯的感情诉求不太容易吸引 int 的注意力，这在许多 F 偏好的人眼里可能会被理解为一种冷漠，甚至是无情。特注：我已经被你气炸了，你却还在问我为什么。4. 偏好职业领域。偏好的职业领域：计算机应用与开发、理论研究、学术领域、专业领域、创造性领域等。偏好的典型职业：建筑师、计算机软件设计人员、网络专家、网站设计人员、系统分析人员、信息服务开发商、金融规划师、风险投资商、调查员、财务分析、经济学者、大学教授、知识产权律师、音乐家、神经科医师、分析心理学专家、企业金融律师等。5. 工作中的优劣势。int 在工作中的优势可能包括能够理解非常复杂和高度抽象的概念，杰出的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技能，独立自主、探险精神、创造意识以及克服困难的勇气，能够综合考虑和运用大量的信息，搜集所需信息时理智的好奇心、独特的洞悉力，即使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也能逻辑分析事物。int 在工作中的劣势可能包括办事情可能条理不清，容易发生紊乱，可能会不恰当地运用自己的能力和社会经历，对思维狭窄和思想固执的人缺乏耐心，不喜欢按传统的公式化的方式来办事，问题一旦解决，兴趣便不复存在，可能过于理论化而忽视或无视现实性。